กันหรือไปใส่ว่าสิมีแค่ใส่ว่าสิบ่ทิมกัน刚到狼勃拉邦的第1天，吃的很多，睡得很早，而在这个遍布了寺院的古城，天还没亮。吃炒米饭觉得特别香的时候，没想到后面还有那么多好吃的。娜娜昨晚是没睡踏实的，然后1点半突然起来了，连吐带睡。而一直在减肥的人，我这个饿呀，真的饿死我了！你问问他吐没吐？他一定没吐。4点钟起床，我是第一个吧，而且还化了这么精致的妆。现在是早上5点28分，可他们还并不是最早的。小白梨，小白梨。你们之前在其他国家有见过吗？有见过，但没有很大规模的。见过吗？不过他们清晨要参加的这个活动，每天早上到这个酒店门口，确实只有在老挝还依然普遍存在的布施，缓缓而来了。那都给第一个也不合适吧？对吧？由年长的僧侣带队，他们赤脚而行，依次接受着路人的布施。哦，这还要给人啊！而僧人们还会把食物再分给沿街的乞讨者。还有就是回馈，你看僧人还会回馈给他们，就是人与人之间是这样的。几百年来，正是这一簇簇糯米团，将信众、僧侣和佛祖联系在一起。酒店有，但是还没来呢，糯米饭没蒸好呢。作为讲究的吃货 ，Jason 还是想给僧人们搭配一下。香蕉要给它劈成一半一半的吧？一根一根给就行了。你人家那筐也装不了那么多。对。虽然看上去也并不丰盛富裕，但这里的布施只舍食物，无关钱财。后面有一个小僧人。哦，来了。我要给小僧人很多好吃的。广结善缘，培植善根，无关贵贱。一清晨的布施已经接近尾声。这香蕉咱们自己吃吗？而各位施主们，尝尝吧，太香了。Turn right. Yes, turn right the main streets at Night Market Road. 起得太早，还没到开饭的时间。就这山坡上面。对，就是后面的山坡上面。巧了，酒店门口正对的就是狼勃拉邦有名的普西山。这有一种早上起来晨练的感觉。吃饭之前，先去运动运动吧。爬山了啊，有点累啊。才2凳子，老师。说它是山，这里总共才300多米高。哇！现在挺野呢。哇！说它是坡，这里的路可还不太好走。别往下看，但我估计这个可能真的要近一点。没错，这儿是别人给指的一条近路。说的好想吃早饭呢。一大早低迷未尽的爬山，还只能看着别人手里的早饭。我怎么觉得越走越远呀？没有吗？它是上山的路吗？对，就左边。在近路的荒山野岭里走了10多分钟。哦，这儿吧，就是这里。要买票的。不好意思，再往上，就这么花钱受累。一定要上山顶的目的，可不光是晨练。你别掉下来啊！也并不是为了拜佛。
哇，这都哦，这样好看。因为只有来到山顶，才有机会俯瞰到整个琅勃拉邦。好适合看景啊！这个真适合晨练。你看人有在晨练的。晨雾下的琅勃拉邦，此时俨然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这一早上消耗的不少啊！很久没在这么畅快通透的环境里舒展筋骨了。琅勃拉邦最高的那个，哎，这个词儿用的好啊！登高远眺，再次看见酒店的时候。Morning， 自助早餐已经备齐了。这些都是自助的，然后呢，还有一部分是在菜单上可以单独点的。Jason 他们是很少在酒店吃早饭的，之所以今天想来尝尝，他们家听说有全老挝最有名的班尼克蛋，是不是最好吃的？要吃过才知道。班尼克蛋，你也要，你也要，我也要。此外，听说粉儿也是这里的特色。哎，这个好像那个越南的粉 ，per quai。那它是我们还有鸡肉、猪肉，还有猪肉，对，你们可以选。他们突然冒出几句标准的中国话，吓我一大跳。昨天在夜市就发现了很多老挝人，多多少少都会讲几句中文。不是椰子2万，在哪里学的呢？在琅勃拉邦。哦，你这水平很可以了，你这吓我们呢。一个算不上旅游热门的国家，人们却热衷学习中文。你有中国名字吗？中文名字。中文名字我是宋竹。Jason 他们也是在几天后才发现，其实这并不是偶然。老挝咖啡来好香啦！啊，好提神。那等菜的时候就来杯老挝咖啡，精神吧。哇，咖啡豆真的，好浓。哎，不一样。作为全国第5大出口产品，老挝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种植阿拉比卡豆，一点不酸，但是太苦了，我要放点。闻起来更香。对啊，喝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香，肯定很提神。香气馥郁醇厚，还挺纯的啊。单糖，口味刚刚好。猪肉的，猪肉面条汤。猪牛鸡在后面，可能还要多一双筷子。先上来的老挝米粉用的是宽粉，有3种做法，分别是加了猪肉米粉、鸡肉米粉、牛肉米粉。看起来有点清汤寡水的。先尝尝，好，够味儿我们再用那个，尝尝原味儿，要不然都坨了米粉。加点酱油吧。尝什么原味儿？尝什么原味儿？哎，可是昨天那个米饭不是我们就吃不一样啊！这个我跟你说，吃这个米粉，不管在泰国还是在老挝，这个调料非常重要。配粉的都是当地风味的调料。鱼露是有点鲜，我这辣椒放的也不少哎。这样是不是就有味道了呢？再尝尝看吧。材料好淡。对了，我觉得鱼露都可以再加。味道出来了，继续加。真不愧是佛系的地方，连调料味道都那么清淡养生。实在是口轻多了。这两天我发现老挝吃东西还是口挺轻的，就像他们的人一样，特别温和。对，味淡，但是肉香。猪肉小块，肯定是牛肉酱，是吧？猪肉香，都特别淡。猪肉好香啊！老挝的猪肉又一次被点赞了。我觉得猪肉好吃，猪肉最好吃。猪肉香，孙女也会挑。肉香和牛肉有点。哇，班尼克蛋。刚赶上一碗粉嗦完，主角的班尼克蛋，给你完整的一个，那个你完整的，来得非常是时候。他们家最值得吃的是这个班尼克蛋，用的是鸭蛋呐，咸鸭蛋是吗？鸭蛋。酒店餐厅的食材都由当地农场统一配送。
底下是吐司，然后火腿、牛油果，然后鸭蛋，然后上面是培根、芝麻菜。敢称最的班尼克蛋，全老挝最有名的班尼克蛋。光好看可没用，你吃大口的，你自己吃那个。别谦让了 ，Jason 手里的刀才一落。哇，流啊！对，班尼克蛋不就是流的吗？哦，哇，这个鸭蛋是鸭蛋黄颜色好像西洋，比鸡蛋黄要重很多。对对对，颜色好。这么浓重的颜色，蛋的品相很完美。这种就好像土鸡蛋、土鸭蛋那种感觉，饱满的蛋。好吧，你这还有一个没开的。哦，那这很难弄的。不来上一大口，实在对不起这糖心儿硫磺的质感。哇，真的是好吃死了！我来喽。鸭蛋做的 Benedict 入口便是区别于鸡蛋的香气，普通鸡蛋就没有那感觉了，和舌尖上意外的沙沙的质感，像流沙包里面那个馅儿，这个蛋黄竟然沙沙的。然后这是应该我吃过最特别的班尼克蛋了。我也是。从品质和口感上看，称罪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所以终于知道为什么人家说他们是老挝最好吃的班尼克蛋了。但从味道上看，依旧很老挝，而且这口还是很淡，你知道它不咸，它培根也好啊，底下这个火腿也好，也是。他们这吃的确实不咸。见惯了热情似火又生津开胃的东南亚的酸辣，为什么不咸？你知道吗？一个是他们这儿口轻，另外一个呢，你只有食材好的地方才可以口味不用那么重。祥和温婉的老挝成了寡淡却自然的另一个侧面。还有我们的高端车，还有觉得住在这特别好，因为这儿的距离就是走路也行，坐车也行。难得一顿酒店早餐吃得舒心又平静，舒服。胃平静了，心也要平静一下。哎呀，也不是很热。对，这个有小风吹的，还蛮爽的。对。你发现啊，这边寺庙特别多，我们随便走走就有好多。琅勃拉邦城里可逛的几乎只有寺庙。但是整个老挝有一个最有名的寺庙，就在我们住的这个城市。没错，一座全老挝国宝级的寺庙，15分钟的高尔夫球车车程。这边吗？到了。哦，这里哦。这个就是整个老挝最有名的寺庙，就像我们去泰国要去卧佛寺。哦，这个级别的。对，厉害。买票。国宝级的寺庙，票是要买的。long skin。哦，要穿长裤玩。哦，那就咱们俩不行哎。5000一个。哦。筒裙是要租的。为什么我们要来香通寺呢？因为第一个，首先400多年来，这里一直是老挝王室的私有财产。第二点是，它代表了老挝的这个文化艺术的巅峰。贵族们用马赛克的艺术形式装点着这里。去过很多寺庙，但是这样的形式的还真的是第一次。刻画下曾经生活的痕迹。这个真的好好看啊，你不觉得吗？在这样一个小而精致、用马赛克修饰的古刹里。对了，它这个保他今年本命年顺顺利利，为有缘的人祈个福吧。多谢。平安。How much? Bye. How much is it? 对了，虽然是第2大城市，但这里是没有出租车和公交车的。7万，跟他砍一半吧。要7万吗？ It's okay。不是砍价太容易。很难见大方的 Jason 这么精打细算。哎，有5万吗？我们现在？我有。
因为零太多的钱，花着花着心里就没数了。我觉得我应该还2万。说不定人家就好商量的，反正行不行他都是非常谦和，不是就喜气的，就瞬间就答应。可是这位好脾气的司机绕这么一大圈的啊！你说回去我们要过去，花47个人的环城游还是值得的。距离要去的地方越开越远，走路也就10分钟，这也开了10分钟了吧？现在方向，我们在这儿，这刚才在这儿。原来他们要去的地方在河对岸，要么人过桥，要么车过桥。马上就到了，他真讲究啊！把你送到门口，给我们送到门口。好脾气的人心眼儿也不错，这个人家没有讹我们，没有再多要了，让你们少走2步。好漂亮啊，河边。哟今天我们就要吃河边火锅。早餐吃得太寡淡，于是善解人意的 Jason 把大家带到了湄公河边。哎，你看那个桥了吗？我们其实应该从这下来就行了，是吧？对，山腰上的一家餐厅解解馋。来他们家就主要吃一样东西。老 barbecue 啊？对啊。老 fondue。fondue and barbecue， 你看它那锅。哦，那种锅吧？对，就是那种锅。这个是我们点的火锅的涮菜。Jason 先点了猪肉和水牛肉2种。啊，它都配了猪油，还有调料、腌过呀。这样的造型，那个是用烧烤的吧？感觉那个肥油要在那个上面过一下。这样的方式，别掉下来。哦，好暖和呀！直到锅摆上去，这是烧火锅的锅啊，还要加汤，好神奇啊！你装什么呢？没去过柬埔寨的人只有那的自信。是他把我的心里话全都感叹出来了。这就是曾在柬埔寨吃过的牛上山火锅老挝版。You know how? Yeah. 吃法已经很熟练了。Am I right? 哦，香味出来了。给突出汤底的锅面刷满猪油。猪肉怎么样呢？先 barbecue 一下。虽然名字叫牛上山，但2天吃下来 barbecue 一下啊。他们还是更信赖老挝的猪肉。好薄啊，切的。对，这样比较好，容易煎熟。切得透薄的肉片儿，跟柬埔寨相比，少了芝麻和鸡蛋。烤肉的油都会流到这个汤里头，汤会越熬越香的。 2面儿稍一粘锅就熟了。哇哦，尝尝味道。让没去过柬埔寨的人先尝尝吧。怎么样？酸甜酱。那吃过的人再比较一下。老挝的猪肉真不错。哦，果然又是胜在了食材上。 这个酱是有一点点微甜，然后呢，蘸料不如柬埔寨的豆腐辣椒酱味儿足。他给你准备了这个蒜末跟这个焦圈儿，浓淡全靠辣椒圈儿和蒜末调节。我总觉得其实老挝的东西都很单一，就是不像柬埔寨那么丰富。全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老挝牛上山虽然没有鱿鱼、大虾。 就是肉加上料，然后就烤，简单却更凸显食材和蘸料的配合。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水牛肉选手，同样是薄切，颜色鲜红。这个水牛啊，它比较适合这边的气候，感觉。热带的水牛肉脂肪很少。因为水牛肉它不像黄牛肉，黄牛肉的牛肉味会更香。 入口没有和牛或牛排那样的油香，肉质紧实，并不适合上山。它这还可以涮，更适合下水。涮确实那个肉汁儿会多一些，而且更弹一点。我怎么那么爱吃肉啊我？好，确实，娜娜控制身材可从来不靠节食。 哎，我们还点了一份鸡肉，给他来份鸡肉。
哦，果然好，鸡肉还是比较精华的啊。感觉它那个肉的表面是滑的。鸡肉会比猪牛都更嫩滑一些。感觉它这个鸡肉就像咱们坐那个出租车在旁边看到的那个走地瘦的跟猴似的那鸡。然后你觉得有点腻的时候，再来点涮菜。和柬埔寨相比，老挝版牛上山食材更简单，来点粉丝，做法也不复杂。来，再来涮涮猪肉。好，不管鸡肉还是猪肉。我觉得猪肉太香了，猪肉一定要涮着吃。无论涮还是烤，很像我们在北海道吃带广涮涮锅油脂的那个香气，猪肉香，都很合口。偏偏这里的水牛肉，大蒜炒，哇，大蒜炒水牛肉，哎，好香，太香了。胡椒、大蒜、洋葱。要抓姜炒过才更软嫩美味，可以配在米饭上。当盖饭吃。什么样的食材就要用什么样的做法，什么样的餐厅就要选择什么样的环境。这家值得来啊！树林遮蔽、和风徐徐的老挝版牛上山烧烤火锅店。牛上山是要渡河的，而人要渡河。5735 35000啊，就那小我们要收钱呢，才5万。一条用竹皮编出来的桥，哇，这桥怎么这么直？哎呦我天哪！竹梯子还有弹性啊！这是为了方便，当地人在此时的旱季临时搭建的。离我远点，孙姐。哎，他离你已经一站地了，不能再远了。来了。但恐高的 Jason 真的应该庆幸，原本走路10分钟的路，坐了10分钟，突突车还没有到。不小。幸亏来的时候没走这个。离我远点！哎，有病啊！谁呀？慢点儿，不要命！哎呀呀呀呀！没出过事儿，我跟你说。Expensive 你没看戴那么多金戒指呢？50,000哦，今天一直在砍价，可不是因为别人脾气好。Not far from here. Only one way here. 哦，one way. OK。刘老板兜里真的快1毛不剩了。还有5万毛钱，那个娜娜，那个借你好啊。没钱了怎么办？不好意思，真的又得买东西了。这个油性皮肤的人，我也是混合性皮肤，感觉不用摇，不用摇。要对付东南亚的太阳 ，Jason 他们带来了一款性价比非常不错的防晒霜。脸用这个白的，我觉得特别反讽，你知道吗？你看外边老外，人家就是想晒。防晒值顶配水平，来自韩国的这款防晒霜，防晒喷雾。关注 XFUN 吃货俱乐部公众号，进入吃喝杂货店了解一下。但是防晒非常非常的重要。虽然也涂了防晒，但这副装扮，看一下谁防晒防得最好。你根本不认识彼此，你是谁？各位观众，你们有没有过奇葩的防晒经历呢？微博、微信、评论、弹幕，快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This is how they do in Asia. They don't want to be black. They want to be white. Yeah. 记住这个人。哎，这不是 White Elephant 吗？哎，是哪个要预约？要不今天上给他约了。其实 Jason 现在闹钱荒，就跟他有关。现在就用付钱呗，给他确认。那我没那么多钱啊。我有300。他门口有提款机，实在不行给他那个美金也行吧。
Jason 他们看上了一项户外体验，是这个英国老板开的。Here we have the big mountains that come all the way out the water. Stop at the beach for a rest. You can go swimming here. And Lee. Yeah. His son was in the movie. Jason 有点动心了， Yeah, so that would be okay. 于是动用了随身救命的美元现金，才预定下在老挝最昂贵的这场，花了大概350美金315万。 100万之旅。路在哪儿啊100万之旅首先得有辆车，一辆敞篷又透气的车。这中国过来哪里的地方？北京啊。 100万之旅，杨老板得带个马仔，所以今天接下来的行动就是阿龙会陪我，一个会讲中文的马仔。这个车上坐1个小时，早说嘛，我可能待一下，然后我可能要出分子了。 100万之旅有一段遥远的路程，一段可以让人真的睡着的遥远的路程。 A lot of water and the bridge got broken, so they make a new bridge. 老挝的很多地方都在新建或改造公路，喝点水吧，有点晃的。今天早上起得早，真的会中暑的吧？而这样潮湿闷热的旅行，在山川交错的琅勃拉邦，前面人看见了。 在过去是属于水路的。这地方叫什么地方啊？南乌河。眼前就是位于琅勃拉邦北部湄公河的一条支流南乌河。这个是的旱季，旱季河水较缓，河道较浅，正是观赏老挝热带山林风貌的最佳时间。我觉得好凉快，比车上凉快。而赏景的方式会更凉快。啊，要戴那个帽子，完蛋！ 就是曾经给娜娜留下过无比痛苦回忆的。我不滑了，我后天在原地等你们。我滑，皮划艇。好了，我们马上要准备出发了。做最后的检查。娜娜很开心吧？好开心呀，好开心呀！虽然装备看上去有点脏兮兮的，而且，但是为什么他们喝水都不给我们啊？我想喝一个。怎么喝啊？我想喝一个。我不看见了啊，看不见。你们的水在这儿呢。好，慢慢来，不着急，刘哥。刘哥，咱们就慢慢滑哈，不着急，不着急，慢慢滑，然后看风景。都没有动静。啊。这么多年，孙夏还是很怕水的。哇哦！但旱季的南乌河比大西洋可平静多了。很快就过去了。我还是蛮有经验的，调整方向。对，你有方向感，得亏没让我坐后头。孙夏有越来越熟练的 Jason 护航，娜娜你的教练，而长了记性、提前预定了教练阿龙的娜娜。在加拿大你们获得第1名之后，我傍上了教练。你的教练要作死你！撞了你了！乐呵就更完美了。娜娜姐不会对今天的行程有什么意见吧？看你从我的表情应该能看出来非常开心啊！明天给你安排一个你喜欢的好吗？对于这把年纪的他们来说，今天的行程有点过于充实了。我感觉好像是昨天布施的，我都忘了有布施这个事儿了。再回到琅勃拉邦的时候，天都已经黑透了。你
你已经把这车的窗帘给吃完了。这真饿了，真饿了，太饿了。什么都不想说了，赶紧吃饭吧。这里边。哦，去河边啊！哦，今天注定是跟河有缘的一天。刚刚路过了那么多豪华餐厅，虽然这一家的环境很简单啊，菜单也很简单，鱼汤、冷拌鱼肉，他们家主要以海鲜为主，应该是河鲜。鱼酱，那是鱼酱，鱼汤。凉拌鱼肉，那应该好吃。或者说是主打鱼鲜的一家老挝风味家庭餐厅。就给建哥倒一杯啊，给他配冰块。凭什么我们人喝不着啊？给我们拿热的矿泉水。一天的奔波和疲惫，辛苦了啊！来，秤砣也辛苦你了啊，压床啊！到了晚上才是满足心愿的时刻。讲究吧，太够意思，太感动。你的心愿已经圆满了。孙夏的心愿也上桌了。这不是早上给 Monk 的吗？我要吃糯米，要糯米饭吧。我要吃糯米饭，真要吃糯米饭吗？可以吗？可以。消化。他们这儿都是这样的，用这个小竹篓。让他吃吧，让他吃吧。是啊，想想今天爬过的山、走过的路、划过的船，一口糯米饭都能很让人满足。这是鱼酱，这是海苔，好香啊！哇，这个看着芝麻就很香，我感觉好香啊！内陆的老挝并不产海苔，直接吃芝麻海苔。哦，先尝尝海苔吧。好香啊，感觉好脆啊！一入口，哇，哇，也像海苔一样的酥脆，好吃好吃。老板很自信哦，我跟你讲。笑一笑。请不要在意 Jason 他们一直叫海苔，这个外形酷似海苔的，正是一款老挝经典小吃，很薄，而且很脆，它芝麻香气好重，它芝麻很多，铺满芝麻是老挝当地的特点，脆薄，芝麻香。在与老挝的老族同根同源的我国傣族地区，据说也有这道美食。我之前吃那海苔，你抿到后面就化了，但是这个海苔你吃到后面感觉像嚼肉丝儿，感觉像对，最后嚼成了那种肉干的感觉。对对对，因为河苔纤维细密，反复揉洗压实，入口更有韧劲儿。你知道东南亚海苔最近很火吗？是因为油，就是调味料，它的油量很大，这个油量也很大。而这种淡水青苔买回来，通常还会再炸一遍。它是现做，还热着呢，然后。它这海苔看着怎么像香蕉叶？这种小吃 ，Jason 他们之后还会遇到，味道大同小异，关键就要够油、够香。我们先吃他们家最招牌的是什么？鱼酱。鱼酱是鱼子。哦，鱼子酱。这家店的鱼酱可不是发酵后的臭鱼酱。而是满满一盘鱼子，你们拿糯米饭把它团成一个球啊，然后包蘸着鱼酱吃啊，然后这样喝，然后蘸上这个要用手的。孙夏的吃法是正确的，作为老挝的国民主食，捏成团的糯米饭跟各种酱是绝配。我想直接吃呢，直接尝尝鱼子。但 Jason 对这么吃糯米的方式还是有点戒心的，它很容易晚上不消化。直接尝尝鱼子什么味道？哇，只能发出幸福的感叹词了。辣的，辣炒鱼子，而且它是鱼子不都是一块一块的吗？对吧？它把它炒碎了。这两天没有什么比突然吃到重口味儿更让人幸福的事儿了。直接吃就很好吃，配什么糯米饭？哎呀，真想干糯米饭。而且口味重不重，从盘里就能看出来。他们家真的舍得给料，芝麻放这么多，油放这么多，小葱放这么多。盘里汪着清油，所以才香啊！糯米饭那个包呢？耶，剩下都对的。糯米饭包。糯米饭那个包了好吃。老板也认可了孙夏的吃法。好像广东人，糯米饭那个包的好吃。
才发现他也会讲中文。这个鱼籽不鲜好，而且颗粒很小。你猜什么鱼籽？产自湄公河是没错了，口感松散，颗粒分明，有点像，很像鲤鱼籽。太好吃了，这个就是不太好拍，你们看着是一坨，看着不好看。Jason 终于也想入乡随俗的尝尝了。没有直接吃那么实在哈。这鲤鱼的那个汤，只不过它比较辣，它里面那个油啊会渗进那个糯米饭里。哎，这个辣是我们这几天吃的老挝里头算是比较重的，最辣的了。除了蘸鱼酱，东南亚万能的糯米饭还可以蘸，又是什么都看不出来的东西，被我误以为是肉沫沫的东西，却是一道凉拌鱼肉。这个也是可以拿糯米球然后蘸着吃，这个适合用勺。在老挝菜面前，能不能吃糯米是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柠檬草味道的鱼肉，加上小香葱的清香，酸辣。和油辣的鱼酱相比，这道菜的特点就是加了柠檬草之后的酸辣。我目前这家餐厅是我们吃过口味最重的。终于又吃到了熟悉的东南亚的味道 ，Jason 的愿望也圆满了。看样子就颜色有点深呐。对，我们先喝汤吧。鱼肉要捞吗？最后来一碗老板强烈推荐的鱼汤。哇！哇，特别酸、鲜，它不是海鱼的那种鲜，它是有一种高汤的那种鱼汤的感觉，就很东南亚风。终于找回东南亚风味的一间老挝家庭式餐厅，吃不惯寡淡的人可以来这儿找回熟悉的味道。你那也吃完了？看了。一顿饭吃完了一篮儿。孙夏那么爱吃糯米饭的原因，大概拌面、拌饭都好吃，蘸馒头、蘸馒头、蘸馒头。这种吃法还真是太像馒头了。这种呢，我们租的车。回家。走在琅勃拉邦的夜色里，把一天过成了2天的人们，也开始感受老挝。哇，这就是他们当地的人吃的早餐喽。那种朴素条件下内心的富足。僧人还会回馈给他们，就是人与人之间是这样的。平和宁静中对生活的期待。他们结婚穿传统服装是这样。与人为善的。这个人家没有讹我们，没有再多要了。活泼精怪的。太热了，所以他想下去喝遍凉水。自信满满的。每个人都有一副可爱的面孔。而在这片神奇的净土上，有的人也开始怀念起一种许久不见的美味。下一期节目 ，Jason 他们准备开启老挝野味模式。这是什么？全是苍蝇哦！市场里活蹦乱跳的。餐桌上面目全非的。哇哦，这个有点过瘾啊！挑战和惊喜并存的一天，注定会让人毕生难忘。即日起关注 XFUN 吃货俱乐部官方微信，回复攻略就能获取最全的餐厅信息哟，持续更新中。Hello， 大家好。这个春天来了，然后春天来了之后，就会发现，对于经常出门或者是旅行的人来说呢，我觉得这个防晒非常非常的关键。所以今天呢，特意呢给大家找了几款啊，今年新款的这个防晒系列的东西，然后我们来试一试它的感觉。这个粉色呢是什么呢？是适合普通大众的肌肤的，它是有玫瑰精华。然后呢，另外一个这个绿色的呢就是珍珠精华，它就是清透不油腻款，它是营养保湿款的那种。那么你看，有喷雾的，有这种小瓶的，那究竟有什么区别？用处是一样的吗？当然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人体分头部跟躯干，知道吗？这个喷雾呢就适合躯干，也就是说，除了头部和脖子之外，你身上裸露出来的肌肤都可以用它来喷。所以小瓶的就是抹脸的，脸跟脖子，千万不要忘记脖子。更有甚者，你连耳朵都要抹的。那我们今天就试试这个，先喷身上。来吧。
喷，哇，好轻薄啊！它这个喷上之后像那个什么，像水，不像油，对吧？是类似于那种精油，感觉可以吸收的，好薄啊，很薄，好薄啊，这样就可以防晒了。所以听说呢，他们家的这个喷雾现在不光是喷身上，因为这么细腻的话呢，真的它也适合脸上，就是可以补妆、镇定，就是化个妆也可以喷。这个虽然是12小时防晒，但是所有的女孩子差不多你2个小时啊、3个小时就要补一次。不知道这个珍珠的怎么样，会不会变白啊？你看刚刚它喷完了，就基本上都吸收了，没有说浮在脸上。来，你搁近点，别太远，你不用摇，跟杀虫子似的。等会儿。哦，这个干很多，真的。不是干，是透，是水。对，它不是油的那种，咱俩再试验一下吧，你看，你搁近点，你喷那个，我喷这个，你看它俩有什么不一样？你看，你那个泡沫多。那个，但是你推开之后都是很清透的，也不，你看我这是推的啊，推完之后感觉像抹了层手油一样。好了，那我要涂脸了，因为我平时呢用这种用的比较多。那这个呢，听说它是没有油，而且没有酒精，它还多了一个碘白水，因为这个东西还是一个植物的杀菌素所以它会抑制你的细菌啊、脏东西，是不是？没错。那我试一下这个，这也同样是50倍防晒。那这个就是平时会随身带啊，出门每天早上，这个不管男女啊，一定要涂，真的。它是乳液的形态啊，我一般都会先涂鼻子，就是每次都是鼻子先被晒伤。对，因为这块真的是先被晒伤啊。感觉也好好涂啊。对啊，很湿润，很水润，真的不油。这个就好像我们平时男生通常讲的叫什么呢？叫雪花膏。油呗，搓油。搓油。这个美妆博主的手法有点粗糙。哎，这个眼窝一直在提拉眼尾。而且我涂的时候感觉就是很保湿啊，就是湿润，就很润透。它的味道真的像你小的时候抹的那种宫廷雪花膏，很清新的那种花香味儿。首先今天的使用的感觉很好，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找到今年这几款新的呢，它都是不过百的，非常便宜。如果你的男朋友或者你老公还在抗拒防晒的话，不妨买一个给他，让他试一试，没准他就爱上了。告诉他，你这2年再不用，过3年就变成杰森这样了，你再白命都不行。所以现在就去吃喝杂货店下单吧。微信号搜索 XFUN China， 点击关注进入吃喝杂货店。如微信已升级新版，可点击任意一条头条文章，下拉至文末，长按2维码就可以进店购买心仪的产品哦。这么多期节目看完了，来，我们做一次随堂小考。新西兰入境的小 tips 来列举一下。日本哪里可以用勺挖着吃金枪鱼？什么？这么多干货，你一条都没 get 到？哎，没关系，贴心的杰森早就为你们画好了补课的重点。在爱奇艺首页输入 XFUN 吃货俱乐部，加上你们想要补课的目的地，你就会发现，嘿，是不是还挺神奇的？目的地形成一键回顾，秒速看完所有名场面。真乃出国旅行补课之良品。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世间万物皆不可称完美。即使是 XFUN 吃货俱乐部一路发展到现在，也依然有所欠缺。缺什么？缺人，非常缺人。想播出一期节目，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有一群人为此经过99道工序，添加81道风味，才能让节目最终上桌。上线。不应当，我们都只是小可爱呀。整天哭着喊着要加入我们的你们，不要说我们没给机会哦。我们需要摄影剪辑、短视频编导、节目编导、后期包装、客服专员、选品专员、运营编辑以及行政专员。可以没有经验，但是要有态度和技术。详情微信关注 XFUN China， 点击小按钮就可以了解啦。觉得自己有戏的戏精，快把简历扔过来。但是在这之前，我希望你想清楚，因为你一旦加入了，等待你的将会是见偶像、变名媛、被投喂、被日常投喂、被高级投喂。所谓幸福让人发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们可是认真的在招聘，那些说我只会吃什么都不会呀，我除了美貌一无是处的人，出门隔壁小鲜肉招不出投递简历，不送啊。